个人负债、企业负债、政府也负债，钱被创造的越来越多，但是好像谁也没有真正的富起来。钱去哪儿了系列又来了，烧脑指数是5颗星。讲一个小故事，侯亮亮在厦门有一套价值1000万的房子，他把房子抵押给银行，贷出了700万现金，钱到手之后，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换成了100万美元，带着家人出国了。贷款到期之后，银行就开始催收了，电话里只传来了冰冷的提示音。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微信消息也不再回复，银行就别无选择，只好把房子拿去拍卖了，但是流拍了。请问谁的财富被偷走了？谁承担了损失？货币是消失了还是转移了呢？侯亮亮贷款的700万本质上是银行凭空创造出来的新钱，这笔钱原本应该通过他未来的收入逐步归还，回到银行账本里，完成一个货币的闭环。什么闭环呢？货币的创造、货币的流通、货币的回收。我们来解释一下。侯亮亮抵押了房子，银行批给他700万的贷款，这笔贷款并不是银行工作人员打开保险柜从里边掏出一堆现金搬到他的面前，而是银行在电脑里敲下一笔，在资产端记下了一条侯亮亮欠银行700万，在负债端侯亮亮的账户里多了一行数字700万存款。就这么简单，钱凭空出现了。此刻社会货币总量 M2 里凭空多了一笔700万新钱。正常情况下，侯亮亮就会把这700万的新钱给用掉，比如投资、买车、装修、消费等等，钱就会留下商家、工人、供应商，他们再把收入存进银行，形成新的存款，或者他们收到钱之后继续投资和消费。这样一来，货币在银行、个人、企业之间不断循环，这就是我们说的钱在市场上流动。流动性也是可以理解为餐厅的翻台率，一张桌子一天翻得越多，餐厅的生意就越火爆嘛。钱的流动性也是这个道理，同样的钱在经济当中流转的速度越快，越能够创造就业，带动消费。钱的数量是一方面，但是钱的速度更加关键了。如果钱只是躺在账本里不动，就像是餐厅里的顾客坐着不走，桌子是翻不起来的。看上去餐厅很大，但是其实经营效率是很差的。等到贷款到期之后，侯亮亮应该是按照合同，用他真实的劳动收入来逐步偿还本息。一旦他把钱还给了银行，银行就会在账本上去做一个反向操作，资产端银行少了一条侯亮亮欠银行的700万，这一步就是货币的回收。换句话来说，当初银行敲键盘创造的700万，现在又被敲键盘销毁了。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白白走一趟的，它创造了现实的经济活动，每一笔交易都会被统计当期的 GDP， 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个故事里边，侯亮亮却没有完成闭环，他把钱换成了美元，转移到了海外，于是就发生了什么呢？第一，银行产生了一笔700万的坏账。第二，这笔700万本该在国内形成消费和就业，却变成了国外的购买力。第三，损失最终是被转嫁到全社会了。每当一笔新钱被创造，在理想的闭环里，货币创造、流通、回收过程里带来的 GDP 和就业，而在侯亮亮的故事里，财富被转移了，债务却留下了。这个时候，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每个人不是才5万美元的额度吗？侯亮亮的钱是怎么出去的呢？这个我能讲吗？讲了应该没有问题吧？要么讲讲看我的权限够不够呢？还是简单的讲个故事吧。什么亲戚朋友身份证、留学汇款不是很新奇的，澳门什么输官司什么的，你们也是有所耳闻了。但是有一个大金额的走法简直了，不然哪有那么多几十亿的海外遗产呢？假如有一个家族企业，继承人是一位公主，据说公主的投资能力是很特别的。有一次，她开了一个进口商场，规模搞得非常的庞大，卖奢侈品，有点像是奥莱，但是是低配版的奥莱。假如有这么一张合同，进口100个奢侈品的包包，报关金额是1000万美金，听起来是不是很合理呢？毕竟奢侈品本来就是很贵的嘛，一个几十万。但是问题是，这批包其实就是折扣货，在欧洲市场可能几千美元就可以买一个了。
真的要算，100个包可能最多值100万美元，可是报关单上却写了1000万美元。那么单据齐全，公组的公司可以通过银行把1000万美元外汇汇到境外的供应商账户，那是不是很成立呢？是的，那如果这个海外供应商其实也是自己呢，那是不是完美的完成了转移呢？至于这个商场赚不赚钱，根本是不重要的，真正的目的是已经达到了资金正大光明的转移出去，这种手法叫做虚假贸易、虚高报关。这个环节跟侯亮亮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货币从循环里边离开了，这个时候你又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流出去的是资本外逃，那为什么美元却可以在全世界流动呢？美元的流动情况是不同的，美国通过长期的贸易逆差，把美元源源不断的输送给全世界，用印出来的纸币，就是信用货币，换走了别国的真实商品和服务，这些美元流入中国就变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而人民币的流出则是完全不同的，它意味着财富的流失。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非常宝贵的，是无数工厂卖出衬衫、卖出玩具、卖出汽车，辛辛苦苦换回来的。当侯亮亮这样的人用国内银行体系凭空创造的贷款去换取外汇，再把它转移出境的时候，本质上就是用国内的信用掏空国家真实的财富储备了。接着你又问了一个更加犀利的问题，那为什么要外汇管制呢？有一个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意思就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是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3大目标的，最多只能选择2个。我们选择了汇率的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为什么呢？出口大国是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企业才能够安心的去接长单、去做投资规划的。外资也是需要汇率非常稳定才能够进入我们的市场，汇率如果大起大落，就会吓跑企业和资本的。关于货币的独立性，这个是任何主权国家都不会放弃的。央行是必须根据本国经济的就业、通胀、增长情况来决定货币政策的，不可能把利率和放水的开关交给别人的吧？既然这2点是必须要守住的，那么剩下的那个维度，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只能被管制了。好了，做一个总结，货币的循环一旦被撕裂，结果就是大家都没有钱，风险是由全社会来买单的。但是这篇文章对这个现象，我们并不是要做什么道德批判，只是冷静地分析钱的循环。侯亮亮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呢？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吧。就像侯亮亮跟他前女友分手，感情的事情就不是单方面的原因了。这篇我们讲了钱的流动，闭环断裂了，下一篇就讲讲钱的流动速度为什么慢了，这些都是影响今天经济的主要原因。好了，我说完了，文字版我们已经在书房发布了，再见。